縱觀美軍裝備史，親兒子只有 F-15。無論是造價天花板的 B-2，還是超前五代機 F-2 和 F-35，地位都差了一些。因為 F-15的官方綽號是 Eagle 鷹，這個單詞對美國而言就是太子的頭銜。但 F-15的誕生是源於美軍的恐懼。在上個世紀，美國空軍相信空戰不再是二戰那種你追我趕的偶像劇，他們腦子裡滿是炸彈洗地、導彈洗屏，而是會變得非常簡單，跑快點發現敵機，然後按下導彈發射按鈕就夠了。在這種思維下，美國人造出了 F-4鬼怪。此時的美國空軍信心滿滿，但越南戰爭的經驗卻表明，即使对面是米格17、米格21這種老古董，先進的 F-4也很難表現出碾壓的優勢。尤其是在早期型號上， F-4因為迷信導彈，連機炮都沒有裝，導彈一旦打光， F-4只能在天上散步。於是美國空軍內部開始陷入了一場自我懷疑，我們是不是造錯飛機了？但這現在還只是懷疑，真正讓美軍恐懼的是在1967年，蘇聯米格25在莫斯科航空節上橫空出世，給美國空軍及國防部帶來了強烈的震撼。3馬赫級的極速，2萬米以上的升限，在美國人眼裡，這架飛機是蘇聯人投靠外星人的證據。受此衝擊，美國空軍已經確定歐洲大陸的天空即將出現一種北約現役體系完全無法攔截的飛機。巨大的防空壓力下，1967年，美國啟動 FX 戰鬥機項目。麥道公司提出了自己的方案，但是麥道知道，想贏得這個項目，必須創造一架讓美國空軍相信的飛機，所以他們做了一個非常激進的選擇，造的純粹。F-15沒有採用當時流行的小型化路線，它擁有巨大的機身，因為工程師需要塞進去2個發動機。為什麼？因為美國空軍吸取了越南戰爭的教訓，一架戰鬥機如果只有1台發動機，一旦受損，飛行員可能沒有第2次機會。而雙發動機不僅意味着安全，也意味着更恐怖的動力。F-15最瘋狂的地方是它追求的不是夠用，而是壓倒性優勢。它要求推重比超過1，也就是發動機產生的推力超過飛機自身重量，意味着這架飛机理論上可以持續加速，甚至具備近乎垂直爬升的能力。受到刺激的国防部甚至提出了一個固執的要求，沒有1磅重量用於对地攻擊，幹的就是米格25。1972年，第一架 F-15升空，美國空軍終於看到了自己想要的東西。它不是一架普通戰鬥機，它更像一枚擁有翅膀的火箭。为了證明自己的機體底子有多好，1975年，美國人甚至拿了一架 F-15A 搞出了一個名為條紋鷹的整活項目。他們拆掉了雷達、武器系統和一切不必要的設備，把減重做到了極限。隨着起飛指令一下達，這架 F-15像火箭一樣直插雲霄，3萬米高度僅用207.8秒。這一刻 ，F-15完成了自己的出生宣言。它不是為了成為一架普通戰鬥機，而是美國空軍面對失敗後的反擊。它吸取了 F-4的教訓，回應了米格25的壓力，然後告訴全世界，天空只屬於 F-15。既然美國空軍把所有的科技樹和籌碼都壓在了這架單純的空優機上，那麼到了真正上戰場的那一天， F-15究竟能打出一份怎樣的成績單？ F-15創造了一個至今無人打破的記錄，它把空戰這門手藝發揮到了極致。從1979年開始，以色列空軍的 F-15在天上開啟了點名模式，敘利亞戰機成了第一批犧牲品。無論是名聲在外的米格25，還是數量龐大的米格21和米格23，在 F-15面前基本走不過幾個回合。到了1991年的海灣戰爭，美國空軍的 F-15C 接管了天空，繼續擴大戰果。直到今天，這型戰機在空戰中擊落了超過100架敵機，打出了104-0的傲人戰績。而 F-15最出名的地方是那個單翼傳奇。1983年，以色列南部內蓋夫沙漠上空，一架 F-15D 正在執行例行訓練任務。這一天的任務沒有任何特別，對於以色列空軍飛行員來說，這種訓練已經重複過無數次。他們不會想到幾分鐘後會發生災難性事故。訓練過程中 ，F-15與伴飛的 A4 天鷹攻擊機進行近距離機動，雙方距離越來越近，儀表盤發出刺耳警報，機身不受控制的劇烈傾斜，2架飛機發生碰撞，巨大的衝擊力讓2架飛機瞬間失控。A4 受到嚴重損傷，飛機迅速解體。幸運的是，時間還算充裕，飛行員坦射逃生。但另一邊 ，F-15飛行員並沒有第一時間跳傘，飛機還能飛。他檢查飛機狀態，舷窗外右側機翼受損，幾乎從根部被撕裂。正常情況下，這種損傷意味着墜機。但是 F-15沒有按照俗套的劇情來演，飛行員嘗試控制飛機。他發現飛機雖然嚴重受損，但依然能夠保持飛行，2台發動機繼續工作，操縱系統仍然有響應，飛機甚至還能調整方向，
更瘋狂的是，飛行員決定嘗試降落。失去預測機翼後，飛機已經無法按照正常速度接近跑道，速度太慢，飛機可能失速，所以他選擇了一個危險的方法，高速進入跑道。運氣獎勵一個勇敢的人，這架缺了一邊翅膀的 F-15衝向機場，成功落地。當救援人員靠近飛機時，所有人都震驚了。這架 F-15受損情況比看上去更嚴重，但它真的回來了。後來，這架飛機被送回檢查，工程師發現 F-15當初設計時追求的巨大結構餘量和強大動力，讓它在這種極端情況下依然保留了生存能力。這就是美軍的親兒子，技術先進，用料扎實。看到 F-15的種種性能，美國的對手蘇聯也眼饞，索尔七也就此誕生。這兩個命中注定的宿敵，無論是噸位還是雷達參數，幾乎都是貼着臉在對標。冷戰的天空，所有人都在等着這兩位重裝騎士在第3次世界大戰中來一場宿命对決。然而，這場被稱為世紀之戰的巔峰決鬥並没有發生，因為還沒等到 F-15和索尔七分出個高下，美國空軍掏出了 F-22。面对 F-22，F-15第一次感到了深深的无力。從 F-22之後，空戰的邏輯變了，美國空軍不需要一批新的 F-15。作為美軍的親兒子，以國鳥命名的 F-15，面對即將到來的隱身時代和被邊緣化的命運，而他選擇背叛自己。我 F-15就算從天上摔下來，用機炮填地，也絕對不會掛1磅對地炸彈。這句話雖然是調侃，但這就是 F-15誕生時的驕傲。在最初設計它的時候，它只有一個目標：奪取天空。當年的麥道公司甚至把這種純粹當成賣點，他們告訴美國空軍，過去的戰鬥機失敗，就是因為背負了太多任務，最後導致什麼都能幹，但什麼都不夠極致。所以 F-15必須反過來，它不需要討好所有任務，它只需要成為世界上最強的空中獵手。但是美國空軍很快發現 F-15的極致是被麥道公司忽悠了，未來戰爭並不會只需要一種飛機。1980年代初，美國空軍開始尋找 F-11的替代者。這架老牌遠程攻擊機雖然擁有強大的遠程打擊能力，但維護成本越來越高。空軍需要一種新的飛機，既能像 F-15一樣奪取天空，又能像 F-11一樣深入敌後。對於麥道公司來說，這不是一個普通訂單，而是 F-15生產線能不能繼續活下去的問題。因為如果 F-15不轉型，它很可能失去存在價值。所以麥道做出了一個曾經無法想象的決定，讓 F-15扔炸彈。於是 F-15E 攻擊鷹出現，它繼承了 F-15的血統，卻違背了 F-15開始的設計初衷。但是麥道公司的設計理念卻貫穿下來了，那就是純粹。曾經那個連炸彈都嫌棄的空戰機器，現在不僅掛炸彈，而且掛得非常極致。工程師在它身上設計了25個外掛點，最大可以攜帶超過10噸武器。為了支撐這些重量，機體結構也進行了強化。但是 F-15E 並不是沒有競爭者，當時通用動力也拿出了自己的方案 F-16XL。這架飛機同樣非常先進，甚至採用了獨特的三角翼設計。美國空軍最終選擇了 F-15E， 原因很簡單，戰爭不是實驗室裡的性能比賽，美軍更看重實際作戰需求。F-15E 擁有雙發動機，更大的載荷，更遠的航程，更強的低空突防能力，它更像是一架能夠陪美國空軍走向未來的重型攻擊平台。1991年海灣戰爭爆發， F-15E 第一次真正證明自己，它没有像年輕時代一樣去追逐米格戰鬥機，沒有在天空中尋找對手，而是飛向伊拉克腹地，執行最危險、最辛苦的任務。夜晚 ，F-15E 貼近沙漠飛行，尋找伊拉克裝甲部隊，尋找防空設施，尋找移動式飛毛腿導彈。過去的 F-15負責保護天空，而現在的 F-15E 開始獵殺地面目標。它依靠先進觀瞄設備，在複雜環境下發現目標，然後用精確制導武器摧毀它們。1991年2月14日，一架 F-15E 執行任務時，發現伊拉克直升機按照傳統空戰邏輯，戰鬥機遇到直升機可以使用機炮或者空導彈。但是這一次 F-15E 做了一件非常離譜的事情，它沒有使用機炮，也沒有發射空導彈，而是投下一枚激光制導炸彈，直接命中目標，創造了戰鬥機使用炸彈擊落直升機的罕見戰例。這一刻 F-15完成了一次身份轉換。幾十年前它誕生的時候，是為了把敵機趕出天空。幾十年後，他發現想要繼續活下去，就必須學會摧毀地面目標。而事實證明，這次背叛反而救了他。如果 F-15堅持自己最初的純粹，它可能會隨着冷戰結束一起消失。但正因為他願意改变，他從一架空優戰鬥機變成了一架能夠執行多種任務的平台。後來，以色列、沙特、韓國、新加坡等國家陸續採購 F-15系列，生產線沒有關閉，反而因為海外訂單繼續延續。這只曾經拒絕炸彈的鷹，最終發現，真正讓他活下來的不是他最驕傲的空戰能力，
而是他曾經最不願意接受的改變。2020年，美國空軍做了一個讓很多人意外的決定，繼續採購 F-15EX。為什麼？因為 F-22太少 ，F-35太貴，而未來大規模衝突需要大量彈藥。F-15EX 不是去跟隱身飛機搶制空權的，它的定位很明確，空中彈藥庫。它最多可以掛載12枚 AM-120中距空導彈，或者混合掛載 AGM-158聯合防區外空對地導彈，既備有53B 小直徑炸彈等，總載彈量極其驚人，遠超 F-35的內置彈艙。但問題來了 ，F-15EX 沒有隱身能力，它怎麼在危險空域生存？美國的答案是一套電子戰系統 EPA-WSS， 全稱英式告警與生存系統。它不能把飛機變成隱身，但能讓敵人很難準確打中它。這套系統提供360度威脅感知，能發現敵方雷達，判斷威脅來源，然後自動啟動干擾，破壞對方的攻擊鏈。換句話說 ，F-15EX 沒有隱身皮膚，但它多了一套護甲。F-15EX 的另一個優勢是便宜快，它基於沙特和卡塔爾已經採購的 F-15SA-QA 改進而來。波音不需要重新開發生產線，首批 F-15EX 在2021年交付。配備 AN/APG-82有源相控陣雷達、玻璃座艙和先進任務計算機。對熟悉 F-15的老飛行員來說，換裝成本很低。未來戰場 ，F-35負責利用隱身能力潛入偵察，通過數據鏈把目標信息傳給 F-15EX。F-15EX 不需要自己打開雷達暴露位置，它只需要在一個相对安全的位置把導彈全部送過去。這是種新的分工。F-15EX 是火力平台，在後方提供持續火力。它不再是那個單槍匹馬爭奪制空權的格鬥王。2026年，美國空軍仍在考慮擴大 F-15機隊。根據白宮給出的年度財務計劃書，原計劃採購129架 F-15EX， 但是疊加 F-35升級延期等因素，新計劃擴張1倍，再次增加138架。不是因為它先進，而是因為它便宜、量大、能載彈，而且還能飛很多年。一架50歲的老飛機換了一身新電子設備，又一次擠進了未來戰場。回到1983年那場事故，那架少了一邊翅膀的 F-15為什麼沒有掉下來？不是因為它不會受傷，而是因為它從出生起就留夠了活下來的餘量。這個餘量不只是結構強度，不只是一種設計參數，它更像一種基因。當世界改變時，它總能找到辦法留在天空。它為打敗蘇聯而生，為美軍新戰術違背初心，又在五代機時代重獲新生。一架真正優秀的戰鬥機，它必須面對一個現實：戰爭永遠不會按照設計圖發生。敵人的導彈不會按照理論參數飛行，飛行員不會永遠在最佳狀態作戰，未來的戰爭也永遠不會和今天想象的一模一樣。所以，一架戰鬥機真正重要的能力，不只是它出場時有多先進，而是幾十年後它還能不能適應新的戰場。F-15的一生其實就是美國軍事體系變化的縮影。它誕生於冷戰最緊張的年代，那時候，美國面對的是蘇聯龐大的空中力量，所以美國空軍需要一把劍，一把只負責奪取天空的劍。於是誕生了 F-15， 它追求極致的空戰能力。那個時代，天空就屬於 F-15。後來，它一次一次改變，變得更加適應戰場。這其實就是美國武器發展中一個非常典型的特點。他們並不總是在尋找一件完美武器，更多時候，他們是在打造一個能夠不斷升級的體系。飛機老了可以換雷達，導彈變了可以換掛載，任務變了可以換定位。平台本身也許已經幾十歲，但它背後的體系還能不斷賦予它新的生命。他放棄過原則，背叛過定位，但他沒有退出舞台。F-15從來不是美國空軍最先进的戰鬥機，但它可能是航空史上最會適應時代的戰鬥機。當年它少了一邊翅膀，沒有掉下來，現在也沒有從時代裡掉下來。這不是運氣，這是 F-15鷹。好了，關於 F-15的故事，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裡。如果你喜歡本期視頻，別忘了點讚關注，也歡迎在評論區分享你的看法。你認為 F-15還會有下一次進化嗎？我是火力軍，我們下期再見。好的，各位觀眾，今天給大家推薦一款 T 恤，不僅超有態度，還堪稱性價比之王。首先，它超級輕，拿在手上輕飄飄，穿上身更是零負擔，舒服到讓你忘了它的存在。其次，面料具透氣，就像會呼吸一樣，就算在外面跑一天，也能保持乾爽，徹底告別黏膩感。最關鍵的是，價格真的讓我驚掉下巴，僅需很少的錢，你就能擁有這份清爽。質量和舒適度絕對遠超這個價位，閉着眼入都不虧，多買幾件換着穿也毫無壓力。鏈接已經給你們上了，這種寶藏 T 恤手慢無，趕緊去搶。